你这张脸真的很好看，不管怎么努都没办法像你这样。你知道我有多羡慕？没有人喜欢我。我再怎么变漂亮，也没有人喜欢我。你跟叶莹莹不是一直说我长得丑很可怕吗？我都听见了。你忘了？就在黑诊所，我们3个人一起打美容针啊。舒婷、姚琪，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美容针可管用了，等3个月之后再来打第2针，我保证你们容光焕发。爷爷，你好没有蜘蛛啊！你下去了吗？那儿。这丑八怪，可真恶心！我看见这黑乎乎毛茸的东西，我就饭都吃不下。真倒霉，今天一天好心情全让他毁了。蜘蛛这么丑，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脏死了。舒婷，你不觉得恶心吗？你不是说我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时间马上就要我们去搜了他们家，什么都没发现。现在李淑婷这条线也断了，再这么磨蹭下去，他可能真的要动手。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一定有什么盲点。盲点？其实我们对凶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掌握。万一我们被凶手骗了，凶手不是凶手，被害人不是被害人，就像李淑婷一样。凶手也可以伪装成被害人，杀的人有男有女，这完全不符合一般连续犯罪的基本逻辑。有男有女，
怀疑他母亲是被害的，是这意思吧？知道了啊，再见。朱大，刚刚转过来个失踪案，说让他查查。失踪案怎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失踪的人叫刘媛媛，前阵子他母亲因病去世了，但是他始终怀疑他母亲是被人杀的，所以怀疑刘媛媛失踪另有隐情。具体情况我已经发你工作邮箱里了。行。刘媛媛失踪，你们俩是怎么发现的？媛媛工作很努力，从不迟到旷工。她平时省吃俭用的，家里条件也不好，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我跟亲姐每次买吃的还有水果什么的，都会给媛媛带一份。结果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媛媛，你也别太难过了，阿姨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小荣，我妈妈是被人杀的，是被杀的。我知道是谁干的，我要去给我妈报仇，我要去报仇。一开始我以为媛媛只是伤心过度了，结果4天前我就开始联系不到她。我去她家找她，家里也没有人，手机也联系不上，我有点担心，就报警了。他说有人杀了他妈妈，他没说是谁。没有，他当时有点伤心过度，我以为他就是胡乱说的，也没有多想。据你们了解，刘媛媛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正常呀，看上去挺纯、挺乖巧的一个妹子，店里面的客人对她都挺满意的，工作也很认真啊。哦，不过说起来倒是也挺可惜的，听她说，她高中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本来是要上医科大学的，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就一直拖着她那个病重的母亲，现在快30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那你们知道她家里除了她母亲还有其他的亲人吗？她家里好像就她妈妈，所以她妈妈走了，她才那么伤心。那这刘媛媛上班之外的社交圈子复杂吗？她没有什么社交圈，我们平时工作挺忙的，她就跟我还有亲姐的关系好一点，我也没有见她平时有跟什么人来往。刘媛媛在失踪之前，你们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吗？哦，对了，媛媛母亲去世之后，前几天我看见她用那个手机在搜索，就是推理小说里面经常用来迷晕人的那个乙醚。啊，对对对，就是那个。不过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现在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她不会真的是去杀人了吧？别乱猜啊，没事没事没事。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再通知你们。对，那个另外咱们今天这个谈话，保密啊。派出所把案子转到咱们这儿来了，是因为他们去刘媛家附近走访了，发现刘媛失踪之前买过一把刀。这又是乙醚，又是买刀的，刘媛到底想干嘛呀？我也纳闷儿，我好几天不见人了，该交房租了都。那他这平常跟什么人有什么联系吗？他很少出门，下班了就回来，啊，碰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
老万，小西调了刘媛媛电话，最后开机记录是4天前。我让他找运营商再调一下这最后的通话记录去。他失踪之前给另外一个服务员打过电话，只说帮忙顶1个下午的班，这说明他没有打算一去不回。他原本是打算办完事就回来的。那他买这刀和搜索那影迷是几个月的？应该打算用在别人身上。别人？谁呀？得赶紧查查这附近的监控，看看4天前他离开这儿最后去哪儿了。这地方就是个城中村，附近应该没什么监控。我去查一下他打车记录。我刚才看了，刘媛媛平时生活很节俭，应该不会打车。这样，我给小西再打个电话，让他查一下这附近公交站的监控。行，顺便通知一下技术室，去他家采集一下他的指纹和 DNA 样本，把他之前用过的东西都带回去。好，你给技术室打电话，让人过来。行。问你提个醒啊，你最近是不是跟新来的小子有点近啊？是咋了？离远点，我烦他。一天天无组织无纪律，独来独往的。他那么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怎么不在他们那个禁毒待着，跑到新人那搅和什么呀？万哥，任寒队刚从禁毒转过来，而且这人做过卧底，肯定不像咱们这样同进同出的，可以理解。理解个屁呀！你万哥我在刑警队干多少年了？你当年小柱刚来队的时候，那还孩子呢。你这怎么他一来就空降就当队长了？你论能力、论资历、论头脑，哪点比得上那小柱啊？是不是？行了啊，老万，可别扯上我。各单位请注意，788夜店发生杀人事件，请福建警力迅速展开支援。完毕。联系韩队。里边不能再进了。警察，喂，人呢？人还在里边，但是咱组长在哪儿呢？谢谢，谢谢。过来！人呢？去那边了。走开！走开！走开！为什么不放过我？朋友，你下来，你下来，那儿危险！哎，你下来，来，有什么话好好说。
我怎么在这里？哎，对，过来，来，是我，你朋友，来，你过来，对，过来，慢慢过来，哎，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过来，注意安全。 上面发生了砍人事件，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疏散人群。这边，来，都往这边来。韩队，来，你救救我！是的，求求你不要放手，我不想死。 我住哪儿？放开我！放开我！大夫！大夫！ 你没事吧？大夫，人没事吧？昏迷了，但还有呼吸。老外，现在什么情况？人昏迷着，但还有呼吸，现在送医院抢救。上面什么情况？ 哎，韩队长，伤好了，挂彩了啊，抓了个持刀抢劫的。小张，先带你去。他塞烂牙冻疮，没几年下不来啊。不愧是缉毒出身的。 身上的伤都好了，已经没问题了。那现在正好有案子，你可以马上进入。好。哎，我问一下啊，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想换一个新环境。行，那就好好干。 是。高老师，白局说咱们法医室的新主任今天就来。 应该快到了吧？你好，你好，我是法医室新到的主任齐司哲。你好，我是法医高原。齐主任好，我是实习法医邱兰子。昨天晚上788夜店那名坠楼人员的血液样本，咱们法医室有吗？刚送到，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可以啊，走吧。这边。 李一奇，32岁，历城人，之前因为吸毒被惩戒过，3个月之前刚刚来到鹤城。我们走访了昨晚上夜店的那些目击证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也并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行凶。初步判断为这个随机行凶，具体情况只能等人醒了再审一审。小西，把楼梯间到顶楼的监控调出来。好。 他在干什么呀？疯了吗？这是？
他是看到什么东西了吗？这神叨叨的，就是见字语，这典型的喝大了症状。小七，放下我刚传你的视频。这个是李一奇在行凶前30分钟左右的状态。他们是在做什么交易吗？好，停。这个人是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抓的毒贩，叫江飞。高原，血样给我吧，我来做。好。韩队，我能问一下你的那些视频来源吗？不能。我来3个月，也认识了不少人。是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我们都是好。你怎么来了？你是驻队吧？我是合成市公安局新到任的法医室主任，我叫齐思哲。你好，我叫朱新月，很早就听说过你。李一奇的血液成分还需要进行对比，请你稍后。好，那我待会来找你。辛苦了，齐法医。对，我去查了王晨的关系网，他可能认识你要找的那个江飞。走。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个吸毒的，咱也不是第一次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你是不是还是这个态度？海洛因、K 粉、冰毒、麻古。警官，那些我哪买得起啊？我平时就是搞点燃料，解解瘾。什么是燃料？大麻，这些都搞不起，所以就持械伤人、抢劫。不，警官，我那些不都是为了那口吗？平时没钱了我才去那啥的。认识这个人吗？他贩毒，你呢？你也参与了吧？你们是不是一起的？一起贩毒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吸毒，不贩毒。这个家伙，江飞这个家伙卖什么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江飞他卖的货我从来都不参与的，真的，警官。你怎么知道他叫江飞？他住哪儿？齐主任，李一奇的毒检报告出来了，在列的药物、毒品清单都验过了，李一奇体内都是未检出。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哦，原钻这儿。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齐主任，您认为李一奇吸食的毒品是原钻，但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听说首犯都被击毙了。药检结果出来了，是阳性。谢谢。对了，周律师，我有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什么事啊？我想问一下，您知道有哪些药品会导致人有致幻的反应吗？是个毒贩。啊，我们还在调查。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原钻，听过。听说前几年我们局里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它从市面上消除。这个原钻对大脑的损伤极大，它能够引发严重的致幻伤人行为。
我以前验过许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原钻算是我这些年接触下来危害最大的致幻类毒品。江飞就住这儿，小心点，毒贩都不要命的。江飞这个家伙狡兔3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哎，李一奇体内并没有验出已知的毒品，看来现在只能找到江飞，才能知道他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江飞已经找到了。团队，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资料都在这了。主任，浴室在这边。
谢主任，情况怎么样？手脚处的皮肤有褶皱，应该是泡水的缘故。不过因为有浴缸在，所以底部有积水也正常。而且我检查过了全身，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伤口。徐法医，没有外伤可以判断死亡原因吗？我的初步判断是严重醉酒，加上上6轮样反应，引发呼吸抑制、惊厥、心功能失常，并且容易伴有休克，引发急性心力衰竭而死。说白了就是头孢配酒，说走就走。所以这应该是意外死亡。目前看是，不过具体的死因还要解剖了之后才能知道。高远，安排把尸体送回局里，我来解剖。好。徐思哲，你特意调过来，到底什么目的？那你呢，韩芳？你做了这么多年禁毒警，突然跑来做刑侦，你又有什么目的？江飞有可能不止一个住处。老万，不然你再去昆都问一下，有没有其他人见过他。行，那我换件衣服就去。小西，江飞这几天的行踪都要查，尤其是这2天，有消息通知我。好。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了。谢谢你，辛苦了。那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是要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好。韩队，你查江飞是因为李一奇，还是因为他是毒贩？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他就在贩毒了，一次抓捕中被他跑了，他现在还在贩毒，我想清楚抓住他。我总觉得他和李一奇的案件有关。但你应该知道，如果江飞真的意外死亡，即便他贩毒，这个案子跟我们刑侦也没有关系。这个笔记本就必须交给禁毒大队那边。行，我知道。江飞的事情结束了。啊，韩队，江飞的尸体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什么发现。那韩队，我下班了，我就先走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
我是警察，不管调查的是谁，我都会做好我的工作。你刚才和谁一起在工作？哦，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那我先走了，韩队。尸检报告不是一直高远在做吗？说话。这里是法医室，我是法医室主任。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齐思哲，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你调过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你呢，韩风？喂，喂，朱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您快过来看一眼。好，我马上过去。韩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我们过去看一眼。喂，朱队，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好，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去法医办公室找你。哦，好。朱队，韩队，我在江飞家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人物，这个黑衣人一直尾随江飞，直到他家楼下，同时也查了李一奇伤人那天夜店的监控，发现那个可疑人物也在那儿。放一下。辉哥，放夜店监控。能看清脸吗？给我点时间。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齐主任，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您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柯兰子，秋兰子，秋兰子，兰子，兰子，死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你特意调过来，到底什么目的？韩风，
你想怎么样？你涉嫌谋杀秋兰子，跟我回去。局发生命案，前所未闻。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破案，给各界一个交代。起死者是我们自己的同事，你们现在有指向性的线索吗？如果没有，不可以随便怀疑一个人。我们在江飞家附近还有788的夜店监控里，都发现了齐法医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还有呢？秋兰子死前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喂，朱队，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刚才我们调阅局里的监控显示，秋兰子最后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起死者。阿蒙，你的判断？我认同朱队的判断。秋兰子死前我见过她，感觉她心神不宁。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你觉得这和起死者有关？如果李一奇和江飞的案件与起死者有关，那秋兰子在江飞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才能让起死者有可能动手？我们必须用法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放心吧，白局，我们会用证据说话。你们如果看了监控，就会知道我不是凶手。你去江飞家做什么？李一起伤人那天你也在现场，后来你也去医院找了他，为什么？我是在熟悉这个城市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因为我不仅是一名法医，我还是一名警察。你觉得你这样说我们会相信你吗？啊？是啊，韩风，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呢？李一奇、江飞还有秋兰子，在他们死前你都出现过，怎么解释？说是巧合，你觉得可信吗？告诉我兰子的死因，我就解释。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调包了秋兰子的水？高原现在初步判定，秋兰子的死于急性氰化钾中毒，这个水瓶上有你的指纹，你解释吧。不好意思啊。从兰子捡起这瓶水，到我们发现她身亡，中间只有不到3分钟。你们怀疑我在水里下毒？那瓶水拿去化验了吗？验出氰化钾了吗？你搞清楚状况。现在是我们在审你，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那在尸检报告和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想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好，那我们就等结果出来再谈。
邱阿姨，请节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 来，我来吧。哎，韩队，邱兰子确实死于氰化钾，但是那瓶水里没有验出氰化钾，戚主任私人物品里也没有验出氰化钾。结果已经出来了，邱兰子死于氰化钾。她中毒之前只有跟你接触过，怎么解释？那瓶水呢？验出氰化钾了吗？你们在水瓶上验出了我的指纹，怀疑我在水里面混入了氰化钾，然后将水瓶调包。 让兰子喝下，中毒身亡。但是你们并没有在水里、我的私人物品，甚至是兰子的周围找到任何氰化钾的痕迹，所以没有证据可以支撑你们的推论。但你作为法医，下毒的机会跟办法应该不少。氰化钾是剧毒，一沾即倒。如果我对兰子下毒，只有2种方式：第一， 我在他面前看着他吃下氰化钾，当着我的面中毒身亡。但是，我当时不在局里，所以这不成立。第二，我事先将混入氰化钾的食物交给兰子，而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刚好吃下，中毒身亡。 那如果是这个逻辑，不仅仅是我，这个局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一个死于氰化钾中毒的人，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的氰化钾。你知道有一种办案的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邱兰子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手机拍江飞的尸体？他究竟发现了什么？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说是少数的法医可以做到这一点，齐死者就是其中一个。 高原，去实验室查一下他用过的器具，跟邱兰子手边那瓶水做下比对。好，我也去。
特意调过来，是和以前的事有关吗？你跟踪江飞，又去夜店，还去医院找李一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没说实话。韩风，你真的相信我会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实习法医吗？你心里清楚，不可能是我。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查出真相。既然他已经开始协助查案，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我们调查出来的部分信息，适度的让他知道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找到凶手。好。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片，有结果告诉我们。好，好，谢谢。韩队出队，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两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秋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出队，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秋楠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秋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秋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血。怎么证明？秋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和珅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你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
戚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只仅剩的一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打。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秋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戚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戚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进来。白局，齐子哲摆脱嫌疑了。对。他还查出了秋兰子的死因。齐子哲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他也很知书达理，所以对于你们对他进行审讯的必要性，他不会责怪你。对了，白局，您知道他的过往吗？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当时我还以为法医界会永远失去这个人，可我没想到，他用了1年的时间做到了普通人3到5年才能达到的复健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你们3个当中呢，你是最冷静、最理智的，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
小西呢？我让他去查788夜店视频了，我觉得还有一些疑点。我们在秋兰子的胃药里检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能够近距离接触它，并且能够随时调换它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人做的。秋兰子曾经也提到过江飞尸体上有疑点，回头让高法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尸检报告。小苏，扩大范围调查秋兰子、江飞、李一奇周边的人物关系，尤其是秋兰子。好，韩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先这样。小新，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部队，这是齐死者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部队，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奇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
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我想跟您多学着点，早日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法医。
朱队，江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都摆脱了嫌疑，为什么还要查江飞？我知道你很关心江飞的案子，还有李一奇的案子。我也知道你有能力带我们接近真相，但是至今为止，你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在这2个案子当中，你出现的巧合，包括这一次，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查江飞？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在我信任你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与本案相关的问题。朱队，我是一名法医，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法医可以替死者说出他们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且，我相信，不管是谁，即便是像江飞这样的毒贩，他们也有权利得到一个真相。我在江飞的案子看到了他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大。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1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酒和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时间顺序是：7号晚上，秋兰子
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了788夜店伤人案的调查。紧接着，他跟高法医还有齐法医一起去做了李一奇血液检测比对工作，一直到隔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了江飞的尸体，邱兰子随后到了现场。当晚，他同齐法医还有高法医对江飞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我们在邱兰子的胃部发现了喂药的肠溶胶囊残片。按照药物溶解的速度以及时间线来推演，邱兰子服用喂药的时间，应该是在解剖完江飞的尸体之后，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邱兰子第一次离开分局遇到我的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邱兰子的电话。邱兰子说，发现了江飞尸体的线索。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赶到法医办公室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喂药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的，他平时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的储藏柜里。那边监控有什么新发现吗？更衣室那层没有监控，那边进进出出都是下班的人。而且白局的意思是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先小范围锁定嫌疑人再说。那么邱兰子最有可能服下药的时间是在离开分局到再重新回来这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见了谁。江飞呢？大家不要忘了，邱兰子在临死前说是有江飞死因的信息。江飞是喝醉了回的家，他在哪儿喝的酒，跟什么人喝的酒，查出来了吗？他不用移动支付和刷卡，都是用现金，所以很难查到他的消费记录。这种人是这样的，生怕留下什么线索。老万，你跟我去酒吧查一下江飞在喝酒之前的行动轨迹。小西，你们去查一下邱兰子离开分局以后都见过些什么人，我们分头行动。好。照韩队说的做。韩哥，就是。别介啊，韩哥。这老板，这都正规经营，正规经营搞得神神秘秘的，进来还需要人带，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噱头，只有人带才能进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想进来。有头脑。既然进来都需要人带，那前天来过什么人你都应该知道吧？警官，我这每天这么多人，我怎么记得住啊？带我们去监控看。警官，你得有协查通知单。协查通知单是吧？现在给我专案大队的同事电话，让他们来协查一下。哥，你想看啥我都给你。我们查了江飞的社会关系非常的复杂，他在全国各个城市都生活过，像他这样的贩毒人员会有很多的仇家。如果单纯从杀人动机来看的话，嫌疑人就不会少。这个是我们看了他那个影片的账本，上面光是吸毒人员就高达40个，这还不包括买仿真枪、血浆和违禁药的。处队，这是你要的邱兰子的手机。有什么发现？我查了邱兰子的通话记录，她从9点离开分局后，5分钟内接连拨通了4通电话，而且都是打给同一个人。打给谁的？是一个化学工厂实验室，但当时是下班时间，他打的又是总机，所以具体联系谁还查不到。一定要查到这个工厂跟邱兰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好，朱队，你们查过邱兰子的手机了吗？
小西刚才拿过来了。我看了秋兰子离开分局前后的监控视频，她一直在刷手机。我想起韩队那天跟我说，他在见到秋兰子的时候，秋兰子也在焦虑地刷手机。他手机里面一定有什么线索，只是他当时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停。跟江飞喝酒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哦，江飞给我们介绍过这姑娘，我记得叫张璐，喜欢穿洛丽塔，跟江飞关系很密切。他用手机拍摄江飞的尸体。解剖室不是不能带手机吗？他这么做也许有什么隐情。你们看这最后3张，前2张是拍摄的江飞手臂上的纹身，1张没有黑光灯，1张有黑光灯，而最后1张拍摄的是他手腕上的皮肤，而且前2张拍摄的时间是一致的，最后1张间隔了20多分钟。他为什么要间隔20多分钟，又拍摄1张手腕处的皮肤，而且没有黑光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那个瑞希大厦旁边这个夜店里边有玩东西啊，我正好过来办事撞上他了。你甭客气，都是自己人，请我吃饭啊。老外，辛苦了。有啥可辛苦的？不是朱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秋兰子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看到，但只看了1眼我就离开了。当时我跟赵医生在隔壁房间做毒理检测的取样，如果戚主任你也离开了，那么解剖室里就只剩兰子一个人。不过他拍照的时候，有问过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之前受过的伤，或者是吸过纹身留下来的印儿。不对，这好像是荧光纹身。2张拍摄左手小臂的纹身，1张原色，1张黑光灯。如果按照前2张的拍摄逻辑，那么应该还有1张黑光灯的照片。这个江飞手机里有很多他和不同女孩的合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这个张璐。张璐24岁，家住合成新华大道无机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本科是化学专业。他和秋兰子认识，2人是高中同学，所以一起租房子，做过短暂的同屋。我们查到的通话记录里，秋兰子最后打的电话就是打到张璐的工作单位。你说看到张璐和裘兰子那天吵架是吧？是的，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争吵，不过具体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当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身体不太舒服，吃了些药。你确定秋兰子当时有吃药吗？我确定的。张龙人呢？韩队，已经根据您给的信息全程布控。你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后备箱打开一下。你是张璐吧？张璐，请你配合调查。
张璐，24岁，合成无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7月7号晚，你是不是和江飞在云金大厦地下酒吧喝酒？是。然后你就跟他回家了？没有，我喝了几杯就回自己家了。有人可以证明吗？证明？什么证明？我一个人住，能有什么证明？那就说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晚是在自己家过的夜。你最后一次见江飞，他是个什么状态？那天他好像感冒了。你感冒了还叫人出来喝？你听没听说过头孢配酒，一带就走？那是头孢配酒，天长地久。食指的伤怎么来的？做实验，割伤的。秋兰子去实验室找你说了什么？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不在这实习吗？你把他叫来，我跟他对质啊。秋兰子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死了？他怎么可能？张璐，现在怀疑你是江飞、秋兰子被害案的重要嫌疑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江飞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怎么样？稍等一下。支队，比对结果出来了。韩队，对上了。小苏，抓人！小西，解开，是他。我不是，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们抓错人了，凶手不是他。原作案已经结束了，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小飞的死你根本就没有查清楚。李奇、江飞，他们就是当年那个案子的线索。站住！别跑！这有一个洞口，那个被绑架的女孩很有可能被带进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他对药理、解剖，甚至是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灵魂为何斑驳？因为你只看见污浊，蒙蔽自己，这罪恶沉默。借口未央堕落，别怪
说他，让你的伤结疤。每个谎言下面，恐惧最开花。曾总剥掉虚假，不要听人说话。上帝看着你笑着装傻。曾总剥掉虚假，不要听人说话。